Hello， 大家好。前2天呢，我去逛商场，看到一件衣服挺好看的，於是我到試衣間去試了一下。出來之後呢，店員問我喜不喜歡，想不想買。我說我想再看看。然後店員呢，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就把衣服收起來了。我想再看看這句話字面意思是我想再看看其他衣服，我想再看看其他東西。但是在很多情況下，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在表達我不是特別滿意，我現在暫時不想買。如果你曾經和中國人有過交流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中國人不會直接說不。那這並不表示中國人不會拒絕別人。在日常對話當中呢，我們更加喜歡用一種委婉的、讓別人舒服的方式來表達。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我們就一起來聊聊幾種中國人委婉說不的方式。那學會了這幾種表達呢，你不僅可以聽懂中國人說話的真正含義，而且也會讓自己的中文聽起來更加自然。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載今天視頻的文本和詞彙列表。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中級水平的學習材料的話呢，也歡迎加入我的 Patreon。在今天視頻的最後，我們還是會一起學習在今天視頻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，所以要堅持到最後哦。下面就讓我們開始吧。很多學習中文的人都會發現，中國人在很多情況下好像不太會直接說不。當然，我們不是不會說不，比如不行、不要、不是，這些表達我們每天都會用。但是，當我們拒絕別人或者不想讓對方覺得尷尬的時候，很多中國人會選擇一種更委婉的方式表達。因為在很多情況下，我們希望照顧對方的感受，讓交流聽起來更加舒服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看5個中國人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表達不的方式。第一個表達是我再看看吧。這個表達通常是在別人希望你馬上做決定的時候使用。比如你去商場買東西，店員問你喜歡嗎？要不要買？或者你去看房，中介問你這套房子怎麼樣？今天要不要定下來？這時候，如果你還沒有決定，或者想拒絕，你就可以說我再看看吧。我再看看吧，字面意思是我還想再看一看。有時候你是真的想再比較一下不同的選擇，但是很多時候它也表達了一層意思。我現在還不想做決定，或者我暫時不打算買。所以當中國人說我再看看吧的時候，不一定是真的還要繼續看，也可能是在用一種比較委婉的方式告訴對方我現在先不買。第二個表達是我看看吧。雖然它和我再看看吧只差一個再字，但是使用的場景並不一樣。我看看吧更多是在回應別人的邀請、請求或者建議。比如朋友問你，周末一起去爬山嗎？同事問你，晚上一起吃飯嗎？或者朋友說，這個周末我們去露營吧。如果你暫時不想答應，就可以回答，我看看吧。這裡的看看並不是說真的去看什麼東西，而是表示讓我先看看我的時間安排，或者讓我先考慮一下。有時候是真的需要確認自己的時間，但是很多時候也是間接說不。
意思是我現在不能答應，或者我可能不太想去。所以，如果中国朋友回答你“我看看吧”，很多時候他只是沒有直接說不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“我再看看吧”和“我看看吧”不是很像嗎？它們到底有什麼區別呢？其實，你可以記住一個很簡單的方法：“我再看看吧”，通常是在別人希望你馬上做決定的時候使用，比如買東西、看房子、選課程。這時候你還想再考慮一下，就可以說“我再看看吧”。而“我看看吧”更多是在回應別人的邀請、請求或者建議。別人希望你馬上答應，你卻還沒有決定，或者不想馬上答應，就可以說“我看看吧”。雖然這兩個表達只差一個“在”字，但是使用的場景並不一樣。第三個表達是“最近有點忙”。這個表達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見，比如朋友邀請你，這周末一起吃飯嗎？你回答，最近有點忙。當然，有時候你是真的很忙，但是有時候忙並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這次我可能不方便。中國人在拒絕別人邀請的時候，經常會先說一個原因，而不是直接說不去。這樣聽起來會比較柔和，也不會讓對方覺得被直接拒絕。第四個表達是有機會吧。同事邀請你去家裡玩，如果你並不是很想去，你可以回答有機會吧。有機會吧的字面意思是等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吧。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以後如果有合適的機會，我願意去。但是在很多情況下，它真正表達的是謝謝你的邀請，不過我現在沒有這個打算。他沒有直接拒絕，而是把這件事情留到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。所以和直接說不去相比，有機會吧聽起來會更加客氣，也更加委婉。第五個表達是再說吧。這是中國人非常常用的一句話。比如有人問你，你要不要參加這個活動？你回答再說吧。字面意思是以後再討論，但是它可能表達的是我現在不想決定，或者我可能沒有興趣。所以當你聽到中國人說再說吧的時候，不要只理解字面的意思，也要結合當時的語境來判斷。通過這幾個例子，你會發現中國人並不是不會說不，只是在很多日常交流中，我們會選擇更柔和的表達方式。這些表達不僅幫助我們拒絕別人，也是在維護彼此之間的關係，讓交流變得更加舒服。在和中國人交流的過程中，你有沒有遇到過中國人委婉說不的情況？他們是怎麼說的？歡迎在留言區和我們交流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視頻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暫時表示時間不長，只是在目前這段時間內，以後可能會發生變化。我暫時沒有換工作的打算。這件事我們先暫時放一放，以後再討論。委婉，說話或表達方式含蓄不直接，使人更容易接受，不容易引起反感。他委婉地拒絕了我的邀請。
他說話很委婉，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感情。尷尬，因為處境、氣氛或事情不自然、不合適而感到不舒服、難為情。他說錯了話，現場的氣氛一下子變得很尷尬。如果直接拒絕別人，有時候雙方都會覺得很尷尬。間接，不是直接進行或表達，而是通過其他人、事物或方式來實現。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，而是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。這次經歷間接影響了我後來選擇的職業。維護、保護、保持某種狀態，使其不受到破壞，也可以指保護權利、關係、利益等。他一直努力維護自己的權益。良好的溝通可以幫助我們維護彼此之間的關係。這就是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，歡迎到我的 Patreon 去看一下，我把鏈接放在今天視頻的 description 中。非常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